交付歼十 C 的速度意外暴露了我国的实力，中美战斗机产能两强并立的时代来临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延绍。在世界航空装备发展史上，美国和前苏联曾经是战斗机的主要生产国。比如苏联时期，曾经制造了1.7万架的米格15战斗机，而美国的 F-16战斗机则在45年制造了4500架。但是今天的俄罗斯航空工业已经严重衰落，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2022年俄罗斯接收的战斗机只有30架。自此，中美两国已经变成了全球并立的战斗机生产大国，而中国战斗机产能的强大，也对巴基斯坦出售歼10战斗机有关。据美国军事观察家杂志报道，美国当前生产的战斗机主要就是 F-35，每年的产量约为140架，负责给几十个盟友供应。美国同时仍在生产的战斗机还有 F-16、F-15的最新改进型，但是产量都在20架以内，所以美国人一年的战斗机产能大约为180架左右。而这份美国杂志称，中国军工的战斗机产能有多强大呢？成飞公司能够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巴基斯坦空军的32架飞机的订单，证明歼十 C 战斗机能以每年约50架的速度生产。中国制造歼十 C 的速度原本可以非常大，或者说与 F-35相似，但是由于中国空军更喜欢重型战斗机，而出口市场也没有完全打开，所以歼十 C 未来将会交给贵州飞机制造厂生产，这里将成为中国第3个战斗机生产基地。歼20是全球除 F-35以外唯一在生产和部署中队级强度的第5代战斗机，每年的产能大约为32架。美刊认为，中国服役的歼20数量正在迅速接近200架，每年的产能可能会接近50架。要注意，歼20可是重型战斗机，美国人装备的 F-22也就是180多架。在涡扇10C 发动机成熟之后，歼20的产能开始飙升，未来还会有涡扇15的版本。这也意味着歼20将进一步拉大与美国在重型隐身战斗机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。歼16是中国的第2个量产的重量级战斗机，该型战斗机的生产规模约为每年30架。美刊称，歼16可能是全球现役最强大的前5名重量级战斗机，能够与美国的 F-15EX、中国的歼15B 以及即将推出的俄罗斯的苏35SM 相比美。然而，这些机型中只有歼16的产能规模最大。在可见的未来，中国航空母舰所使用的歼15D 也在缓慢的生产中。未来 FC-31舰载隐身战斗机也将进入量产。另外需要关注的是枭龙战斗机的产能。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情况下，每年交付数量大约是20架。枭龙 Block 3战机不仅被巴基斯坦空军大量采购，而且其出口前景还非常看好。如果美国人推测的是准确的话，那么中国先进战斗机的产能约为每年130架左右，这与美国的180架仍有一定的差距。但是中国战斗机主要供应自己，而美国生产的战斗机有更大的比例是要提供给国外的盟友的。这也意味着中美两军在空中作战力量上的差距将会被急剧缩小，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被中国反超。当前中国还列装有大量的歼7、飞豹和歼8战斗机，还有早期从俄罗斯引进的苏27、苏30 MKK 等老旧机型。中国空军要想实现攻防兼备，必然会加大新一代战斗机的换装速度，而这就要求中国航空工业有能力造出更多的先进战斗机。未来几年，中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将有条件全面赶超美国，还会有能力进一步推动外销，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期待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